欢迎您来到心灵咒语，我是王丽慧律师，也是王丽慧医师。今天要跟各位讲啊，老不一定要认老，你这个肾脏的老化时钟是可以被逆转的。通常呢，如果你去检查的时候呢，医师就会跟你讲说啊，这年纪大了，这些都是正常的啦，本来你的肾脏功能就会慢慢的退化，你现在还不到真正的有肾的病哦。但是呢，慢慢的退化到有一天它就会变成是病嘛哦。当你的这个肾脏功能啊，这个毒素的这个过滤速度，我们叫做肾丝球过滤率嘛。当你这个过滤速度越来越慢的时候，你有一天你的毒素囤积到一个地步，你就肾病了嘛。那么在还没有真正到病之前的这一段过程中，可以这么几十年，那你做了什么呢？那到底有没有什么可以做的呢？今天就是要来跟各位介绍，其实是呢可以做的。那么上一周跟各位讲到呢，就是台湾人啊，对这个肾病呢是比较无知无觉，因为我们的公共卫生也没有在鼓励你去做什么肾病的检查，我们有这个什么乳癌的筛检啊，叫你去做乳房摄影啊，然后会去叫你做大便潜血检查，然后子宫颈抹片也要做啊，这些都有在预防，可是没有一直的鼓吹你要去做肾脏病的筛检。那我们呢，跟各位建议是你至少1年要做一次你的肾脏的检查，你就是抽个血就可以了。那你就是知道你的尿毒，我们正确叫做肌酸酐，你要知道你的数字。那你如果没有直接去验这个所谓的肾丝球过滤率，就是你的肾脏帮你洗毒素的这个过滤速度，那我们也跟各位讲，你可以上网去找公式，把你这个肌酸酐的数值把它带进去之后呢，它就会帮你计算出来。那现在可怕的就是，如果你以为呢，你这个肾脏的数字呢都没有红字，你认为呢这就是还在正常的情况之下，那我们提醒各位，当你有红字的时候，你肾脏已经坏掉一半了。所以呢，当你有发现它渐渐的在下降的时候，你应该能够做什么呢？我们来看呢，台大曾经发表过一篇啊，就是说可以 turning back clock of aging kidney， 就是你的肾脏老化的时钟呢是可以把它逆转的。那它这个里面就提到说呢，其实你的这个肾功能的老化跟3个东西有关系。第一个呢，就是你的这个染色体里面这个端粒的缩短这是一个老化的情况嘛。但是每一次细胞分裂的时候，你这个染色体的两端这个盖子我们叫端粒，它就会每分裂一次缩短一次，每分裂一次缩短一次。那再来的话就是呢 cell cycle arrest， 就是在你细胞分裂的这个循环里面啊，它呢中间有时候会停止，那这个也会造成你的老化。那再来呢，就是你全身上下到处的这个慢性发炎，比如说牙龈发炎啊、肠胃发炎啊，这些慢性发炎也会造成你的肾脏功能的老化。但你既然找到这些标的，那你就知道如何去延缓老化嘛。那我们再跟各位讲一下，最近呢，在这个 TED Talk 上面很红的这个 Dr. David Sinclair 啊，在这个所谓的长寿医学跟衰老医学里面呢，他最近就是释放出来的这个讯息啊，他说呢，以前呢，我们不大觉得人有可能真的就是说去逆龄啊，但是这个最近25年来啊，真的是蹦蹦蹦蹦，好像这个所有的这个资讯还有说这个研究呢，就是好像这个火山喷泉就大爆发这样子，就出来了很多新的知识。以现在的科学来讲呢，几乎就是蛮确定呢，人总有一天是可以达到呢逆转年龄的这个目标啊。那他讲得很清楚嘛，这3个长寿基因就是造出这3个蛋白质，这长寿基因 mTOR 啊、AMPK 啊、sirtuins 啊这些东西，这么明显的已经都研究清楚了。然后呢，可以去调控这3种基因的东西呢，第一个就是低卡路里啊，就是你吃东西7分饱嘛，再来就是低血糖嘛，就是你断餐保持比较长的时间可以是低血糖的，再来的话就是红酒多酚嘛，再来的话就是这个 NMN 嘛，我们叫做贝塔 N 酰胺单核酸啊。这边给各位看一下这个发表，就是说呢，确实红酒多酚有找到它呢，就是可以对你的肾脏功能有帮助。然后再来呢，这个 NMN 啊，它到你的身体以后可以转成是 NAD， 这个也对你的肾脏功能有帮助。所以还是有这些个方法呢，其实可以去逆转你的身体里面肾脏的这个老化时钟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呢，就我个人的临床来讲，我今天跟各位讲2个例子一个是74岁的这个男士，那么他既有糖尿病又有高血压，所以他年纪也大，然后又有慢性病。他的医师都觉得他这样子的肾功能啊，就算是可以了啦，可交代了我们看一下他在去年6月的时候来到我的手上的时候，他的这个尿毒啊，我们叫肌酸酐嘛，就是已经 1.2， 然后他的这个肾丝球的过滤速度60几，就是没有很漂亮，因为我们的肾丝球过滤速度是可以到120，可他的医师跟他说你这个是正常，因为你的身体又不好，你年纪又大。我跟他劝讲了很多次之后呢，他也都觉得说，医师说正常就正常就好。那一直到去年年底的时候啊，我就跟他说你要不要试试看，你就信我一次。
我可以逆转你的肾脏的功能。那么他从去年的12月31号之后开始接受我的治疗保养，那你可以看到在3个月之后呢，他的这个肾丝球过滤速度已经明显的就是已经来到了86，然后他的这个尿毒呢也就明显的从这个 1.1、1.2 已经下降到了剩下 0.9。所以呢，虽然他年纪这么大又有这么多慢性病呢，我们用这个所谓的这个长寿科学啊、抗老医学这个方法来给他处理，也还是有帮助的。那再看另外一个女士，她是51岁。那么年纪比较轻，但是呢，因为他有长期的严重的偏头痛，是非常难以治疗的，所以呢，他的药物呢使用的非常多，就止痛药吃的非常多，然后再加上因为又有乳癌的关系，又有这个化疗药、标靶药的这些介入，所以呢，他的肾脏功能有受到损害。我们看到他来到我手上的时候是这个去年的6月嘛，当时他的肾丝球的过滤速度也是剩下60几，尿毒的话是将近快要到1呀哦。那后来在9月份的时候呢，我就开始跟他沟通好的时候，我们就开始介入去帮助他的这个逆转他肾脏的这个老化时钟。那9月之后，各位可以看到，就短短1个月的时间，在10月8号的时候呢，就可以看到他肌酸酐开始下降 0.8， 然后他的这个肾丝球过滤速度已经上升到77，然后接下来的话呢，就肌酸酐这个尿毒呢就下降到 0.7， 然后他的这个肾丝球过滤速度就上升到86，然后再来的话呢，就是越来越好，越来越好。那他目前呢，就是已经肾丝球过滤速度已经到90几，从60几到90几。那偶尔他比较不认真保养的时候会掉下来一点，那我提醒他的时候，肾丝球的过滤速度又回到95，然后它的肌酸酐又回到 0.6， 所以呢，其实呢是可以处理的，并不是说呢这个是你年纪大，或是你不得不吃这么多药啊，你本来就要认命啊，你这个慢性病就是这样，不吃药也不行啊，肾脏还是需要你去爱惜跟保养的。那么在美国的这个肾脏登录系统里面，这2018年的年报啊，真的就讲到这个台湾啊，不管是肾脏的这个新 case 啊，或是肾脏的这个旧 case 啊，全部加一加啊，都是全世界第1名啊。那么甚至台湾自己的肾脏年报也讲啊，我们这个洗肾啊，不管是新增加的 case 啊，还是这个旧 case 全部加起来，也是世界第1名啊。并且这个洗肾呢，其实是我们台湾健保支出的第1名啊。你看这么多的第1名。然后呢，在台湾肾脏医学会在今年啊，2023年刚刚过完这个国际肾脏日，它是在呢3月份的第2个礼拜4。那台湾这个肾脏医学会就讲啊，其实台湾啊有96%的早期肾病啊都完全不知情，就是他已经有早期肾病了，他自己完全都不知道，96%所以可见呢，清醒的人只有4%，就是对自己的身体了如指掌的，真正知道你的肾脏的情形的只有4%，众人皆睡我独醒啊，96%都在睡觉。那并且我们超过20岁以上的人啊，12%的人有肾病。不管是早期、中期、晚期啊，或者是有洗肾没洗肾全部加起来，盛行率可以到12%。那么他是说呢，几乎就是8个人就是有1个人呢是有肾病的成年人啊。虽然我们现在成年的这个定义啊已经改了我们现在法律上18岁就算成年，不过我们目前台湾肾脏医学会他们发表的这个还是以20年来做统计因为我们过往都是说20年才算成年嘛，所以你可以看到在台湾的这个肾病的情形是严重到这种地步，全世界第1名的地步。所以我们趁这个机会呢，真的是来帮大家的健康做一个非常好的教育跟宣导，请你一定要注意你的肾脏功能，还有真的就是不要觉得肾丝球过滤率100多，然后降到70几，降到60几反正还在60以上，你都认为自己就认了吧，无所谓，不用担心。如果你存在这种无所谓的态度的话，它只会持续的恶化到60以下的时候，你再想办法要来救，是不是就有一点晚了呢？我们是不是能够在更早一点的时候就好好的关切它呢？谢谢各位。